嗨，各位好，这里是伴你入睡，我是艾米，每晚在这里跟您道一声晚安。前一阵子，周迅上了《奇遇人生》，一如既往的温柔细腻，哭了好几次，但依旧保持着演员的敏感和纤细。但是我们的注意力却被他的一句话吸引住了。阿雅羡慕地问周迅，你父母应该很早之前就非常的以你为傲了吧？周迅愣了几秒，苦笑着说，他们也不会跟我说吧。他几乎轻飘飘的一句话带过，也没有抱怨，也没难过，只是眉宇之间多少有些落寞。有的人已经经历了风雨，功成名就，还是会在某个瞬间突然像个小女孩，想要父母的几句夸奖，几句认可。你的人生有过哪些失败的经历啊？姜文曾经回答说，和母亲处不好关系算是其中的一种吧。考大学的时候，自己好不容易被中戏录取，兴高采烈地把通知书拿给妈妈看，母亲简略地翻过之后，啪的一下扔在了一边。你快别跟我聊这个了，你的衣服还没洗呢。后来工作赚了钱，他给母亲买了一栋房子，想博得她的欢喜。没有想到，母亲不仅没有表现出她期待中的兴奋，还对自己的礼物有些嫌弃，宁愿住在下过大雨就可能坍塌的老宅里，也一直不愿意搬过去。在很多人看来，姜文事业成功，堪称人生赢家，但他的心里的包袱一直都在。自己到底怎样做才能够得到母亲的认可啊？成年后，姜文渐渐理解了母亲的不善表达，但那份因为匮乏肯定而带来的自我怀疑还是挥之不去的。心理学家 Susan Friend 博士曾经说，没有一个孩子愿意承认自己比别人差，他们希望得到成人的肯定，他们对自己的认知也往往来源于成人的评价。肯定，评价，对于他们来说，来自亲密的人的肯定往往更有分量。有网友回忆说，自己小时候成绩很好，每次考试都在班里名列前茅，还获得了不少竞赛的冠军。可是不管他拿了多少的奖状，父母都只会轻轻地答一句长大之后，他常常被身边的朋友夸赞优秀，但总是第一反应说，我真的有这么好吗？今天我又跟我妈吵架了，起因是她让我回老家，我想要留在北京。其实我知道她是为了我好，但我就是不能容忍她不看好我现在的生活状态。现在想想，虽然我已经长大了，但是还是需要她的肯定吧。从小她就很少认可我，不论我考了多少分，得了多少奖状，她从来不会夸我很厉害。这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我都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优点、不值得夸奖的人。甚至别人夸我时，我第一反应就是他们在说谎。可是他从来意识不到这一点，还以为这样可以防止我骄傲。缺乏父母肯定的孩子，往往要比其他孩子多一个障碍，难以建立自信。我配不上，我不够好，这种想法与多少不被父母认同的孩子揪斗了一生啊。孩子的世界和大人世界的比例是不一样的。一句简单的称赞，对父母来说可能太难为情了，但对于孩子而言，却比什么礼物都来得珍贵。前一阵子有人采访王子文，他承认自己小时候听不到来自父母的肯定，于是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缺少认可。我是跟着我妈妈长大的，她从来都不赞美我，所以
我根本就不觉得自己优秀，没有承认我很好的底气，总是在自我怀疑当中辗转。早已成年，还是无法做到真正的自信。在节目里看到另一位嘉宾的女儿元气满满，爱笑爱闹，经常和男友高调的秀恩爱，她满眼都是羡慕。你女儿一看就是没有太多童年创伤的孩子，自信又有魅力。后来的王子文已经渐渐理解父母的不完美，也坦然接受这样的自己。我不是一个悲观的人，只是在认识我自己的时候，我会去找为什么我的性格会是这样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一句他从来不赞美我，其实多少是有些埋怨的吧。有的人幸运，或许能在别处找到治愈，与自己和解，也有的人往后余生都背负着这样的枷锁。毕竟不是所有的认可都能被另一种认可代替，不是所有的爱都能被另一种爱填补。终其一生，父母对于孩子而言都是独一无二，无法替代的。父母真的不认同孩子吗？其实未必，有时候或许只是不会表达吧。在奇遇人生当中，面对周迅的困惑，稻子奶奶说，她其实很难对亲人表达感情。感谢、认同、爱，一旦说出来就会感觉特别的别扭。有的父母羞于去正面表达，于是假装冷漠。只是这样的伪装，对某些性格粗线条的孩子来说或许没有什么，对那些敏感的孩子来说则是致命的。他们不表达，我就是不知道；他们不是不爱我，但我就是感受不到的。也有的父母其实心里对孩子有所认同，但打着严格要求孩子的旗号，奉行着打击式的教育。怒对郭敬明的李成儒，在对其儿子的事业时也从未留情，无病呻吟，因为到现在我没有看到他的任何成绩。你说1000到1万，你现在啥都不是。高标准、严要求可以理解，但如此不近人情的嫌弃，任谁听了也会难受的吧。前段时间热播的小欢喜，有句话一度成为了网友的噩梦：你都考第2了，有什么可高兴的啊？在现实生活当中，这样的妈妈并不少见。有一个孩子10项全能，他什么都好，他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啊。这是正在上初1的女孩袁景玉的心里话。她有个好朋友，考试年级第1，这成了妈妈念叨她的理由。你在跟人家比的时候，要学习别人的学习方法。你看你成绩这么差，为什么他会和你做朋友呢？当然不是只和无敌年级第1比，还有别的同学的特长啊。在妈妈的眼里，他好像既没有天赋，也不知道努力，糟糕透了。在节目里，袁景玉对着台下的妈妈大喊：妈妈，你自己的孩子也很努力，为什么你不看一下呢？其实妈妈不是不知道他的优点，他善良、热心、口才好，成绩虽然没有年级第1，但也在班级上有水平。只是觉得如果夸了他，他容易骄傲，停滞不前。但批评、比较，他或许就能知道更努力一点了。评论区一针见血，为了让孩子再好一点，妈妈故意选择对他的优点视而不见。父母爱孩子毋庸置疑，教育方法各异，也没有标准答案。只是太多父母总以严格要求为借口，在意结果，在意孩子能力的提升，却唯独忽略了孩子的情绪。美国哈佛大学对268个本科学生进行了长达76年的跟踪观察，调查怎样的人最可能成为人生的赢家。结果证明，
爱、温暖和亲密的关系，才是美好人生最重要的开始。父母的一句肯定，一声称许，就是照在孩子生活里的阳光。但认同并不是一句你真棒的表扬这么简单，客观的描述，而不是盲目的表扬。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，他把孩子分成2组，就完成同一份试题，对其中一组孩子夸奖他们的聪明，对另一组鼓励他们努力。第一轮测试之后，难度加大，被鼓励努力的孩子选择挑战高难度的试题，而被夸奖聪明的孩子则大部分选择了简单的任务。表扬就像糖果，盲目的滥用可能会令孩子上瘾，陷入虚荣，甚至恐惧挫折。这是因为他往往只能看到结果和成效，而掩饰了孩子的付出。所谓认同，则是对过程和态度的认同。这让孩子养成一种成长心态，知道自己是如何进步与成功的，因而更加有勇气去面对困难。缺乏细节的认同，会失去他划重点的力量。妈妈是超人里，霍思燕家里来了2个小客人，恒全程以大哥的身份照顾着弟弟妹妹。吃完饭之后，霍思燕郑重地说，今天恒表现得很好，把玲玲和彤彤照顾得特别棒，带他们洗手盛饭，还喂妹妹吃饭呢。正是这样细致的鼓励，让恒更加的懂得了什么样的行为能够更好地照顾别人。表扬需要细节，否则很容易沦为千篇一律的敷衍。让表扬体现出对孩子的理解。放牛班的春天里有一句台词，你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每个孩子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思考方式，以独一无二的方式成长。很多父母不懂得表扬孩子，是因为他们从未从孩子的视角看问题，也因此错过了他们的许多闪光点。微博知名教育博主，一位宁波的小学老师王月薇分享过一个故事。一次，他在巡视教室的时候，发现男生小 A 桌旁扔了一团废纸，询问之后，发现是另一个男生小 B 扔过来的。王月薇把小 B 叫来，准备问问他为什么乱扔垃圾，小 B 却说，这不是垃圾，这是我画的蝴蝶。原来被小 A 误认为是废纸的是小 B 送来的礼物。事情过后，王月薇感叹说，如果没有把这张纸捋平看看，我就看不到这样一只可爱的停歇在树上的蝴蝶了。从妈妈的角度看孩子的世界不难，难得的是妈妈会蹲下来，保持和孩子一样的高度看世界。学会认同，其实是学会理解。这并不意味纵容与溺爱，而是理解与支持。告诉孩子，他的努力会被看到，他的想法值得尊重。说到底，教育这件事儿，难也不难。那把打开孩子世界大门的钥匙，一直都在大人们的身上。你可以用认可和尊重打开这道门，也可以用冷漠与强硬将门关上。千万别低估大人在孩子心中的分量。有的时候只是一句话，就足以让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努力的意义了。这里是伴你入睡，我是艾米，每晚在这里